云良大人出现之后，楚风赶忙抓住王玉贤的手腕，释放出结界阵法，将王玉贤与自己都封锁在结界阵法之内。楚风当然知道，这样的结界阵法在眼前这位云良大人面前简直形同虚设。楚风要做的并非是要用这结界阵法保护自己和王玉贤，而是在来不及解开那锁链之前，用阵法的力量让王玉贤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楚风要用特殊的手段逃离，因为在楚风的身体之内有着一道传送阵法，那传送阵法可以让他逃离，而那阵法乃是在千变幻宫内那位神秘老者留下的。当时那位神秘老者用神圣的金色火焰清除了楚风体内的千变妖力，而当金色火焰退去之后，在楚风体内留下了一道传送阵法。这传送阵法可以让楚风逃离出黑煞老魔掌控的范围，并且这传送阵法有2种催动方式，一种是自主催动，另外一种是被动催动。自主催动自然是根据楚风的意念来操控，而被动催动便是楚风受到致命攻击时，这阵法也会自动运转，自动带着楚风逃离险境。并且这阵法运转不仅自己可以逃，自己的朋友也可以逃。正因有这阵法来撑腰，楚风才敢在明知得罪了公孙家的情况下继续参加这场招亲大会。这也是为何之前无论是羽纱还是淡淡与人交手落入下风时，楚风都会劝他们停手的原因。因为若是他们真的不敌，楚风可以带他们逃，根本没必要拼命。怎么会被隔绝了？这修罗藏地内有阵法隔绝住了我体内的传送阵。可当楚风催动阵法之后，却是大惊失色。他发现他体内的传送阵法居然催动，准确来说是已经催动成功，可是这传送阵法却无法带着他进行传送，因为有着更为强大的阵法封锁了此处。这一下该如何是好？虽说没有交手，但楚风却知道，无论是他还是淡淡，都远远不是这位云良大人的对手，甚至哪怕是黑煞老魔，也未必是这位云良大人的对手。面对这样的可怕存在，若是无法逃脱，那可就只能等死了。早就察觉你们可能相识，不曾想你们不仅相识，你这小鬼还很有胆识。就在楚风不知如何是好之际，那云良大人已是向他走了过来。大人，他是朋友，能否放过他？楚风眼见不妙，将王玉贤挡在了身后。只是云良大人却并没有理楚风，但他也并没有对楚风和王玉贤出手，而是大袖一挥，顿时便有黑色气焰溢出，随后砰砰2声，那困住王玉贤的锁链竟被强行掰开了。他此举本已让楚风不知所措，而他接下来说的话更是让楚风感到意外。把你提前用阵法做好的假人拿出来吧。云良大人对楚风说道。大人，您这……楚风看着云良大人，眼中却尽是复杂。你不是想带你的朋友离开？云良大人问道。多谢大人。此时楚风虽然也不能确定云良大人是不是真的要帮他，可楚风还是赶忙照做，将自己以结界阵法伪装成度假的王玉贤取了出来。假的王玉贤刚刚出现，云良大人便大袖一挥，将那被强行掰开的锁链锁在了假的王玉贤的身上，把你这阵法的呼吸消掉。若是发现他是死人，会更好处理。云良大人又对楚风说道。楚风为了以假乱真，他所伪造的假的王玉贤不仅有呼吸，还会与人对话。但是听到云良大人这样说，楚风倒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赶忙照做，将这个假的王玉贤变成了一个刚刚死去的人。大人，今日之恩，晚辈日后必会报答。楚风又对云良大人施以义礼。如果之前还有怀疑，那么至少现在楚风能够确定云良大人是真的想让楚风带走王玉贤。不用谢我，有一个忙你还要帮我，我会用力量压制住外面的守卫，然后你用结界阵法帮我清除他们的记忆。虽然是你伪装我进来的，但他们眼中刚刚的你便是我，必须将这份记忆抹除，否则若传出去，我也逃不了干系。云良大人对楚风说道。大人，晚辈给您添麻烦了。楚风有些惭愧的施以义礼。别废话了，抓紧。话罢，云良大人便打开牢房大门。当他将牢房大门打开后，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将外面的守卫全部困住。那些护卫纷纷陷入昏迷状态，那不仅仅是将他们击晕那么简单，而是让他们的意识防备也变得非常的弱。这可以让楚风更好的布置清楚记忆的结界。在云良大人的帮助下，楚风顺利的清楚了这些守卫的记忆，而后便跟随云良大人一同离开了此处，回到了云良大人的寝宫之中。而将楚风和王玉贤送到此处后，那云良大人便准备离开。大人，您为何要帮我？在云良大人临走前，楚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不解。抓紧时间将你的阵法融合到瓶内的力量中，若不能顺利拿到那东西，你和你朋友都别想离开。另外我提醒你，在此之前你别想着带你朋友逃走，还有瓶内的力量你不可窃取，否则要你小命。云良大人并未回答，而是丢下这句话后便扬长而去。虽说云良大人走了，但楚风也并没有立刻融合阵法，而是先布置阵法帮王玉贤稳定伤势。他太虚弱了，这样的他可能随时都会因虚弱而导致丧失生命。楚风，你与此人到底是何关系？可王玉贤却是极为关心的问道。先把丹药服了。楚风将丹药递给王玉贤，王玉贤倒也没有犹豫，而是直接吞服而下。随后楚风一边帮王玉贤疗伤，一边为王玉贤讲述起了大概的情况。而关于王玉贤为何是来到这里之事，王玉贤也是告知了楚风。原来王玉贤是被抓来的，王玉贤离开道海去完成他师尊交给他的任务，不曾想却被2个神秘人给抓到了此处。不仅是他，那些牢房内的人都是被那2个神秘人抓来的。被抓来之后，他们每天都会被榨取体内的血脉之力。至于这些修罗恶灵榨取他们的血脉之力要用作何处，王玉贤也是毫不知情。但王玉贤能够确定的是，将他抓到此处的那2个神秘人修为非常之强，并且无法确定那2个神秘人究竟是恶灵还是修武者。楚风，那老畜生极为凶狠，他绝对没有那么好心，你可要小心。一番交谈后，王玉贤对楚风提醒道。
这些日子，王玉贤每日都会被云良大人折磨，哪怕云良大人今日放了他们一马，王玉贤却依旧不信任云良大人。其实楚风对于云良大人也不信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虽说此处的修罗恶灵对于结界之术并不擅长，可是这修罗藏的内却是由一座极强的大阵建造而成，这大阵太强，甚至隔绝了楚风体内那传送阵法的力量。楚风现在根本无法带着王玉贤离开。那云良大人神出鬼没，楚风都不确定现在的他是否在监视自己，也是不敢带着王玉贤原路返回，只能硬着头皮按照云良大人的指示去做。王玉贤的虚弱主要是因为他的血脉之力被榨取的太多，楚风只能帮他稳定住情况，却无法让他彻底恢复。他若要恢复，还需要慢慢来，楚风能给予他的帮助并不多。于是楚风便按照云良大人的指示，向内瓶内的力量布置阵法。尽管云良大人说此处的恶灵不懂结界之术，但楚风知道，所谓的不懂也只是不擅长罢了，而并非真的不懂。有些界灵若是跟随过强大的界灵师，也会懂得许多结界之术，只是无法布置罢了。就比如女王大人，楚风对于结界之术的很多手段都是女王大人传授的，就连至今最强的观察手段天眼也是女王大人教给他的。况且此的都是由强大的结界阵法打造而成，楚风也无法断定在一些强大的修罗恶灵身上是否会用能够感应到结界之术的宝物。为了以防万一，楚风必须小心谨慎，所以布置的这座融合阵法也是非常的用心。花费足足几个时辰后，楚风总算布置出了满意的阵法，且成功将这阵法与那瓶内力量相融。为了出现不测，楚风还布置小型世界，让王玉贤进入自己布置的小型世界内恢复，而自己则是将这小型世界凝聚成珠，随身携带。而那云良大人则是迟迟未归，直到次日清晨，他才忽然出现。融合好了吗？云良大人进来后便开门见山：大人，融合好了。楚风说道：随我来吧，记住跟着我即可，莫要说话。云良大人没有看到王玉贤，但是他也没有过问，而是交代过这些，便拿着那瓶子离开此处。楚风一路跟随，来到了一座极为壮观的建筑前。这建筑极为巨大，高达数万米，乃是通天之作。此物通体黑色，造型也是极为霸气，宛如一把长剑，自大地而起，穿过云端，刺入虚空。单单是它的殿门就高达万米，而殿门上还有着巨大的牌匾，牌匾上面写着修罗王殿4个大字。一般来说，这样巨大且精致的建筑往往给人的是神圣之感，可是这修罗王殿带给人的乃是压迫感。远看还好，越是靠近越能感觉自己的渺小，那不是体积的差距，更是有着力量的差距。楚风交战那么多妖兽，身躯达万米的巨兽，楚风也可以轻易抹杀，可眼前的修罗王殿却让楚风感觉自己十分渺小。它明明只是一座大殿，可却像是一个楚风无法战胜的巨兽，那种压迫感扑面而来，让楚风自内心深处对其产生敬畏之心。而在这修罗王殿的殿门前，还站着近万名修罗恶灵，这些修罗恶灵每一个都散发着五尊境的气息，虽然无法感知他们的具体修为，但他们所散发的气息却都远远凌驾于蛋蛋之上，比负责看守牢房的那些修罗恶灵还要强悍。这样的实力，哪怕几百个也能理解，可这里居然有着足足近万名，并且他们还只是守卫，这让楚风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修罗藏的可怕。难怪这修罗藏的是九魂圣族也不敢踏入的地方。虽说这修罗王殿守卫森严，但是因为跟着云良大人，所以楚风一路走来倒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伴随阵阵轰鸣，那高达万米的巨门缓缓开启，而殿门开启之后，楚风并未顺利看清大殿内部具体情况。这座修罗王殿本就极大，可王殿内部却更为辽阔，一眼望去竟是无边无际。楚风跟随云良大人快速前行，一路深入之下，走过了多道关卡，每道关卡都有人守护。就这样走了足足1炷香的时间，才总算走到了这修罗王殿的尽头。这尽头处十分辽阔，最先浮现在楚风眼前的乃是3块极为巨大的牌匾，3块牌匾皆是漂浮在虚空之上，它之巨大，每一块竟都长达10万米。若站在那牌匾面前，人类之躯真的犹如尘埃一般渺小。最左面的那块牌匾是竖向立于半空之上，牌匾上面写着浴火2字，那字体不仅霸道，更是宛如具有生命，只是看到这字体都会让人心生敬意，不敢有亵渎之心。可这牌匾太大，只是浴火2个字，显然无法将其填满，于是牌匾下方还有大片空缺，但上面却是空空如也，并未再有其他字体出现。在这刻写着浴火的牌匾下方，竟升腾着一大片火海，那火焰十分诡异。首先火焰乃是黑色如墨一般，火焰升腾所发出的声音宛如亿万猛兽所发出的怒吼，十分恐怖。哪怕距离明明很远，楚风也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高温。这片火海有多危险，已是无需多言，若是落入其中，哪怕楚风怕也是要瞬间便被融化。最右边那块牌匾也是竖立漂浮于半空之上，上面也是刻写着2个大字，这2个大字乃是王台。这牌匾与最左边的一样，牌匾上的2个字并没有将牌匾填满，后面还有大片的空缺。而这块牌匾下面则是一个巨大的高台，高台十分精致，金光璀璨，似全部由黄金打造而成，但那绝对不是黄金，而是比黄金尊贵数倍的某种特殊金属。金色高台上面刻满了符咒纹路，那符咒纹路与寻常的符咒纹路又有所不同，这符咒纹路很美，就像是画卷一样，可这符咒纹路十分高深，就连楚风也看不懂。与那黑色火海的恐怖相比，这座巨大的高台犹如来自仙境的器物，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中间那块牌匾，则是横向漂浮于半空，但它与左右2块牌匾不同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是横向漂浮，还有就是它整块牌匾上面都是空白的，连一个字都没有。不过中间这块牌匾下方
也有着一物，那是一座高达万米的高塔。说它是高塔，是因为它的形状似塔，但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阶梯。阶梯从地表延伸，直达顶端，最顶端竟是一张座椅。座椅由无数条龙盘旋而成，十分巧妙且精美，并且威严十足。相比于右边的金色高台，那座椅的神圣之感更为强烈。不过无论是阶梯还是座椅，它却从中间一分为二，由2种颜色和材质打造而成。左边乃是黑色，不仅为黑色，竟然还燃烧着黑色的火焰；而右边乃是金色，那分明就是由黑色火海以及金色高台联手打造而成。好霸气的椅子，那应该就是此处修罗恶灵首领的王座吧？看到那龙椅，蛋蛋也是好奇的问道。但楚风却来不及多想，而是跟随云良大人落入了最右边那金色高台上面。靠近之后，楚风能够看到金色高台顶端竟然有着一座大阵。不过这座大阵很是复杂，结界之力竟然无法催动。云良大人飞落而下，落入了其中一道阵眼之中。因为阵法没有运转，所以这阵眼只是高台上刻画出的一个圈圈罢了。如同这样的阵眼，在这巨大的高台之上，有着足足几百个。而见云良大人落下，楚风也是跟着踏入阵眼之内。你出去，退到我身后。可云良大人却立刻呵斥一声，且这声呵斥乃是暗中传音。楚风这才知道自己是没资格进入这阵眼的，于是只得按照云良大人所说的去做，退了出去。没过多久，又有多位修罗恶灵走来，他们的排场一个比一个大，最少的身后也跟着几个人，最多的身后竟然跟着几千人组成的大军。他们都纷纷落入高台的阵眼之中。至于跟随他们而来的手下，无论是几个还是几千个，都只能如楚风一样站在阵眼外面，站在他们的身后。云良大人，难得见你也带随从来，不过你带的这个随从好像不怎么样啊。你若没有合适的手下，我明日便给你送去一些。其中一位老者恶灵看了一眼楚风后，对云良大人说道：不必了。可是云良大人却是冷漠地摆了摆手，说话的时候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哼，不知好歹。这让那位恶灵老者十分不爽，而是转头与他人交谈起来。楚风知道能够有资格进入阵眼的，必然也都是这修罗恶灵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也都很熟络，交谈之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而在这种氛围下，云良大人就像是一个异类，并非没人与他交谈，而是与他交谈的都会换来他的冷漠对待。看得出来，云良大人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可能也正因如此，所以那些人对于楚风这个陌生角色倒也没有太多的关注。修罗恶灵中的顶尖强者接连到来，大概1个时辰之后，这足足几百道阵眼之中，几乎全部都有一位修罗恶灵站在其中，每一个看上去都是不好惹的存在。不过在这金色高台之上，却还有着一个阵眼是空缺的。楚风猜测，最后到来这位必然是很不简单的存在。就如楚风猜测一般，没过多久，由万人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御空而来，而为首的那位竟骑着一只由修罗恶灵化成的巨兽，他所穿着的铠甲更是与众不同。他的铠甲上面布满了黑龙，形态上面倒是与那龙衣有些相似。那是一个中年模样的男子，虽是恶灵形态，可依旧面容俊朗。但别看容貌不错，可他一双眼睛却是不怒自威。他一出现，在场的所有修罗恶灵高手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此人气场之强，盖过了在场的所有人。拜见修罗王。当此人出现后，在场的所有修罗恶灵都是赶忙屈身施礼，哪怕是占据了阵眼的大人物们也不例外。这便是那个修罗王吗？好像很强的样子。看到这个修罗王，蛋蛋也是忍不住发出感叹：诸位，久等了，都起来吧。修罗王飞落而下，果然落在了那空缺的阵眼之上。而当他落下之后，在场的修罗恶灵们这才站起身来。这位修罗王落下之后，先是取出了一个箱子，箱子长方形，长不足1米，宽不足2尺。箱子也是黑色，但却是由特殊的金属打造而成，上面也是刻着复杂的符咒纹路，并且这箱子上面还贴着一张血红色的符纸。血红色的符纸上面刻写着黑色咒印，那是封印符，是一种极为厉害的封印符。看到那封印符，楚风心中一紧，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由心而生。如此厉害的封印符，必然是封印着极为可怕之物。这些修罗恶灵该不会是要解封那箱内之物吧？就在楚风思考之际，那修罗王已将那箱子放在了脚下，随后又取出了一张卷轴。卷轴打开，楚风发现这卷轴竟是半张，明显缺少了一半，前半张缺失了，剩下的乃是后半张。因为修罗王是以后侧身对着楚风，所以卷轴打开后，楚风能够看到上面的内容。虽说卷轴是不完整的，可是这不完整的后半张卷轴上面却刻写着一道完整的阵法。楚风若没有猜错，若想开启这金色高台上的阵法，就需要用那卷轴上的阵法才行。不过在那卷轴的尾端还有着一个印章的印记，那印记上面有名字，想必就是这阵法的创造者，也可能是这卷轴真正的主人。楚风猜想，搞不好这卷轴的主人也会是在这修罗藏的布下了强大阵法之人。好奇之下，楚风开始仔细观看，哪怕字体很小，但在楚风眼中也开始渐渐清晰。怎么会？而伴随楚风看清那字体，楚风顿时大惊，内心深处可谓是瞬息间便翻起了滔天巨浪。那印章上面刻写着4个大字：杀戮天王。杀戮天王，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呢？楚风所见，蛋蛋也可看到，于是撇着小嘴开始思考起来。他总觉得这4个字好像听过。蛋蛋，你不记得这杀戮天王了？楚风问道。难道他和我们认识吗？蛋蛋问道。我的女王大人，九州大陆修罗鬼塔，可还记得？楚风说道。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在修罗鬼塔留下对联的那个，对不对？我说怎么耳熟？哈哈，本女王记得，这家伙在修罗鬼塔留下了一副对联，那对联本女王还记得呢。上联：修武一图何未到，唯我一心斩妖人。下联：
普天之下谁做主？我以杀戮定乾坤。横批：杀戮天王。哈哈，当时我还想，这个家伙必然是极为狂妄自负之辈，不然不会留下这样的东西给别人看，还给自己起名杀戮天王，真是够傻的了。蛋蛋笑嘻嘻的说道：“蛋蛋，不要这样说。当时杀戮天王留下的那些字，对我可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虽然只是一些话，但却对努力修炼的决心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楚风说道：“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嘛，并没有不尊重他了。不过楚风，那个杀戮天王会是这个杀戮天王吗？那修罗鬼塔与这里相比，那也相差了太多吧？会是同一个人吗？会不会只是同样的名字呢？”蛋蛋问道。我刚才看到这2块牌匾上的字迹，就觉得有些面熟，而现在我能够确定，此处牌匾上的字迹与修罗鬼塔那副对联上的字迹一模一样，至少我能肯定，这字迹是出自同一个人。楚风说道：“若真是同一个人，那这杀戮天王可是有些了不起呢。他必然是一个很强大的修罗界灵师，该不会这些修罗恶灵都是他封印在这里的吧？”蛋蛋说道：“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其实这也是楚风的猜测。楚风觉得，搞不好这里的所有阵法都是那杀戮天王所布。诸位，我们筹备了1000年，而最近这10年更是耗尽心血。我们修罗界灵君能否重见天日，能否为自己做主，就看这一次。所以诸位，我们没有失败的余地，今日必须全力以赴。只有我们成功，才有机会离开此地。尔等可有做好准备？”忽然，修罗王高声问道：“只待大王令下，吾辈必全力以赴，哪怕丢掉无命，也绝不退缩。”在场修罗恶灵同时开口，声音震荡于这浩瀚大殿之际，胜过亿万雷鸣。这不仅仅是对修罗王的话回应，更是他们的决心。这种场面震慑人心。好，诸位，今日吾等就在这王台之上，为重见天日拼尽全力。待到吾辈出关时，必要以血染青天。震起！话罢，天地震荡，滔天的黑色气焰携带着恐怖的咆哮自修罗王的体内释放而出，那是修罗界灵的力量，正在融入了卷轴之中。力量刚刚涌入卷轴，卷轴之中的阵法竟然从卷轴释放而出，从字体化作实体，覆盖在了这所谓王台之上。这阵法融合，王台上面也是光芒大作，王台上的阵法也被激活。待到吾辈出关时，必要以血染青天。在场的所有修罗恶灵发出与修罗王同样的呐喊，声音中更是夹带着兴奋与愤怒，甚至磅礴的杀意。与此同时，如公孙云天等位列阵眼之内之人，已是盘膝而坐，将自己体内的力量融入脚下的阵眼之中。他们已是开始催动王台上的大阵。原来催动此处大阵是要用修罗恶灵自身的力量，难怪我觉得寻常的结界之术行不通。楚风虽然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但是心中的不安之感反而更浓。此时王台之上所释放的力量太强了，这些修罗恶灵的实力当真是极为恐怖。而他们齐声高呼的那句“待到吾辈出关时，必要以血染青天”，更暴露了他们的意图。血？谁的血？那必然不可能他们的血。若是他们有大敌，以大敌之血来泄心头之恨，倒也能够理解。可若心怀愤念，滥杀无辜，那可就是一场大劫，倒霉的便是无辜的天下苍生了。他们的力量太恐怖了，若真是如此，楚风也不知道有谁能够阻止得了他们。而就在楚风心中担忧之际，阵法的力量已是开始向修罗王脚下那被封印符封印的箱子涌去。眼见着那箱子剧烈颤动，就像是有恐怖之物正在挣脱，楚风心中的不安也是越发浓郁。楚风，我怎么感觉不对啊？他们要放出来这东西，是不是能让他们破开束缚，离开此地？先不说那箱子内究竟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单单是这些修罗恶灵本身已是极强，九魂天河有人能够应付吗？蛋蛋也是察觉情况不对，于是对楚风说道：“这箱子应该就是黑煞老魔要偷的东西，既然能偷，想必今日不会被解封。”楚风说道：“那黑煞老魔也不是什么好人，这箱子若能偷走，绝对不能交给黑煞老魔，如若不然，不知道那个老东西会用它来做什么坏事。”蛋蛋提醒道：“不愧是我的女王大人，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楚风回复道：“伴随着王台上阵法的力量不断涌入那封印的箱子内，封印的箱子上面的符咒纹路也在逐渐亮起。很快，那箱子上的符咒纹路有9成都已亮起，但是剩下的1成符咒纹路却迟迟没有反应，就宛如这一切将到此为止。云良，时间到了，当确定箱子上的最后1成符咒纹路无法被点亮后，修罗王则是看向了云良大人。云良大人也是早有准备，听闻此话，便立刻将那瓶子拿出，瓶盖打开，催动瓶内阵法，瓶内的力量便顺瓶内飘出，随后落入脚下的王台大阵之中，跟随着王台大阵的力量一同涌入了箱内。紧接着，那箱子上最后1成符咒纹路也亮了起来。见状，修罗王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于是他收回自己的力量，停止催动卷轴内的阵法。与此同时，王台上的阵法也是立刻消散，所有人都停止了对阵法的催动。只是此一时，在场的所有修罗恶灵高手都是气喘吁吁，就连气息也是变得十分虚弱，哪怕强如云良大人也是不例外。他们现在的状态倒是与王玉贤等人被强行榨取血脉后有点像，不过他们自然是比王玉贤当时的情况好了一些，但也看得出来，催动这阵法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消耗极大。难怪在开始之前他们会说出愿意性命为代价的话，看来他们早就知道开启阵法会有怎样的消耗，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可哪怕如此，这些修罗恶灵的脸上却没有一丝懈怠，而是十分紧张地看着修罗王。大王，我们是成功了吗？终于有人忍不住小心翼翼地询问起来。吾辈所能做的只能如此了，接下来便看天意了。修罗王面带笑意地感叹道。而他此话落下，
所有修罗恶灵的脸上都是露出了兴奋与激动的笑容，甚至楚风注意到，竟然有些修罗恶灵激动地流下了泪水。诸位，今日辛苦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好好调养身体，再等1个月，答案自会揭晓。也许那个时候，便是我修罗界灵君重见天日之时。修罗王一声令下，在场的修罗恶灵们便纷纷退去。云良大人也是带着楚风离开了修罗王殿，但是修罗王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回到自己的寝宫后，云良大人叫楚风休息，而他则是进入了其他房间，想必是去休息了。直到深夜之时，云良大人才再度找到楚风。此时的他虽然依旧虚弱，但看上去比之前倒是好了不少。云良大人带着楚风再度前往了修罗王殿。修罗王殿依旧守卫森严，但云良大人他手持修罗王的令牌，还是让那些守卫纷纷让路。可相比于清晨进入修罗王殿时，楚风能够明显感觉到云良大人的速度变快了。楚风，箱子还在吗？淡淡问道。还在这里。修罗王并没有将他带走。楚风回道，他的阵法融入了箱子之中，虽不能观察到箱子内究竟是什么，但踏入修罗王殿后，他能感受到箱子的具体位置。那箱子还在王台之上，不过修罗王却已经离开了。这老头该不会就这样带你进去，然后让你拿走那个箱子吧？若是这样，那他该怎么办？他是修罗恶灵，没办法与你一起离开这里的吧？女王大人有些不解地说道。其实女王大人的不解也是楚风的不解，正因如此，楚风也不知道这位云良大人是否真的要这样帮助自己。终于他们又来到了修罗王殿最深处，王台之上有着一个长达几十米的金色箱子，这个金色箱子上面也蕴藏阵法，这阵法正在运转，且与王台相连，似是在吸收王台上特殊的力量。但这个金色箱子与之前看到的被贴着封印符的并不一样。楚风知道，那被贴着封印符的箱子就在这个金色箱子里面。小鬼，运转你的阵法，将这箱子打开。云良大人说道。而楚风哪敢犹豫，赶忙照做，将自己融入箱子内的阵法运转之后，便开始运用那阵法的力量破开这金色的箱子。这金色箱子上面的阵法虽然复杂，但它其实并不是藏匿宝物的箱子，而更像是用它的阵法力量来淬炼那被贴了符咒的箱子，所以它的防御程度很弱。大概半炷香的时间，楚风就顺利将这金色箱子打开。金色箱子开启之后，那贴着符纸的箱子也是出现在楚风的面前。小鬼，将它带走吧。云良大人说道。楚风赶忙照做，将那贴纸符纸的箱子收了起来，将这个服下，按照原路回去。云良大人说话间，拿出了一颗丹药，递给了楚风。楚风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寻常的丹药，这是一颗能够让自己隐藏的丹药。它的隐藏效果远胜自己的九龙圣袍和隐藏阵法。这样的丹药，莫说楚风无法炼制，就算黑煞老魔那种级别的戒灵师也是无法炼制。这丹药必是出自极为厉害的戒灵师之手。云良大人此举是以防万一，让楚风可以顺利逃脱。楚风哪敢犹豫，赶忙将丹药吞服而下。果不其然，丹药吞服而下后，楚风的身体立刻变成了隐藏的状态。这药效极强，哪怕是修罗王那种存在，也未必能够感应到楚风。小鬼，你叫什么？云良大人对楚风问道。此时他的语气竟然变得柔和了许多。大人，晚辈叫楚风。楚风如实回道。楚风，告诉黑煞，莫不可负我修罗界灵君。云良大人对楚风说道。云良大人，难道您不走吗？楚风察觉到了不对，这云良大人似乎并没有逃脱的打算，可是他若不逃，那可就是必死无疑了。楚风看得出这箱子对修罗恶灵的重要性，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将这箱子盗走之人。我走不掉的，你快走吧，那颗丹药的药效很短，你必须尽快离开。云良大人催促道。大人，您对晚辈的帮助，晚辈铭记于心，希望他日还能相见。嘴上说着他日还能相见，是楚风抱有的一丝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楚风也知道，可能很难再见了。楚风此时心中莫名的感到心酸，不管这云良大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做过多少坏事恶事，可是他至少对自己并没有做过坏事，反而帮着楚风救出了王玉贤。眼下他待在这里就是要等死。楚风不太明白，他在修罗藏地之内，明明身份地位都很高，为何要以死为代价帮助黑煞老魔？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来不及伤感，他必须尽快离开，否则若是要笑散去，楚风也不知道以他的隐藏手段是否能瞒得过修罗王那种强大的存在。于是楚风对云良大人施以一礼后，便赶忙离开了此处。可是楚风刚刚走出修罗王殿，便看到修罗王率领着众修罗恶灵的一众高手以及修罗恶灵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走进了修罗王殿之中。这老头怕是活不成了，搞得本女王心情都有点不好了。楚风，快走吧，那叫云良的老头可是用给自己的性命帮你拿到这个箱子，你不能辜负了他啊。女王大人说道。至于楚风，虽然看到了修罗王率领修罗大军进入了修罗王殿，可是楚风却没有一丝迟疑，快速的向来时的宫殿飞掠而去。那座带有传送阵的宫殿位于这修罗藏的内，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距离修罗王殿倒是有着一定距离，所以楚风离开修罗王殿没有多久，他体内的药效就开始散去。云良大人倒是没有骗他，这药效虽然强力，但持续时间的确很短。于是楚风只能用九龙圣袍以及自己的隐藏阵法来隐藏自己。好在接下来的道路上，楚风没有遇到修罗恶灵的顶尖高手，倒也不是特别担心自己被发现。至于修罗王殿之内，修罗王已是带领着修罗恶灵的大军来到了那王台所在的地方。云良大人依旧站在那里，哪怕见到修罗王来到，云良大人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畏惧，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云良，这是你做的？看到那被打开的金色箱子，修罗恶灵们的脸都变了，磅礴的杀意自他们体内奔涌而出，而修罗王则是抬起了手，示意所有人都闭嘴。随后修罗王飞落而下，落到了云良大人的身前。云良，交出来吧，不要逼我出手。修罗王对云良大人说道。
大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云良大人说道。是那个跟在云良身后的小鬼，一定是他拿走了。来人，去将他追回来。有人大声说道。大人，云良大人的护卫根本不曾离开，他一定还在王殿里面。可负责看守修罗王殿的护卫却是赶忙说道。王殿内，这王殿哪有他的身影？没用的东西，让你看守王殿都看守不好。其中一位身份超然的恶灵老者走到那守卫面前，一个嘴巴子便抽了过去。那守卫一脸委屈，但却不敢再说话。而修罗恶灵们也开始纷纷搜寻楚风的下落，但却根本找不到。若是还在王殿内，那为何他们找不到呢？难道用了隐藏手段？可若这隐藏手段能够瞒得过他们，那说明他早就逃走了，何必躲在此处？此时，这些修罗恶灵们也都是急得直冒冷汗。可就在此时，修罗王则是探手一抓，直接锁住了云良大人的喉咙。与此同时，他体内的黑色气焰如虫子一般自其手掌开始钻入云良大人的体内。云良大人尽管极力忍耐，可他的身躯仍然开始剧烈颤抖，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说吧，那小鬼去哪了？修罗王凝声问道。我说了，他已经走了，不在这里了。云良大人说道。去找，无论如何将他给我找到。修罗王大喝一声，在场的修罗恶灵便立刻向修罗王殿冲出，去寻找楚风的下落。可是云良大人则是放声大笑。没用的，我说了，他已经走了，你们就算翻遍我修罗界灵军的军营，也不可能找得到他。不，云良笑着说道。可是他话还未说完，便发出一声哀嚎。原来是修罗王捏住他喉咙的手指已经穿透了他的喉咙。云良，你可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你可知道，你今日之举不仅是对我修罗界灵军的背叛，更是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修罗王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说道。大人，我云良从未背叛修罗界灵军，我云良更未犯错，错的是你。云良大人说道。云良，机会我给过你了。此时，修罗王的面容变得异常狰狞，随后另一只手如同利刃一般，扑哧一声便洞穿了云良大人的身躯。楚风经过一番赶路，终于回到了那座最初的宫殿前。这座宫殿虽然神圣，但不仅偏僻，且无人看守。楚风很是顺利的便进入了宫殿内，却找到了那可以离开修罗藏地的传送门。但楚风并未直接离开，而是将公孙云天放了出来。楚风兄弟，你要说话算话，可不能杀我。公孙云天并不知道楚风经历的事情，当他出来后，发现还是在刚刚进入的地方，一种不妙之感自心头升起。放心吧，我楚风说话算话，说不杀你就不会杀你。这个你拿着。楚风说话间，将一个金色的箱子递给了公孙云天。楚风兄弟，你这是何意？公孙云天看着这个上面刻满符咒纹路的金色箱子，不明所以的问道。这就是黑煞大人想让我们拿到的东西，我不妨就实话与你说了吧。公孙云天，我参加招亲大会就是想进入修罗藏的看一看，对于黑煞大人的孙女，我并没有兴趣。如今我的目的达到了，所以这个箱子就由你交给黑煞大人吧。楚风说道。当然，楚风可不会这么好心，这个箱子并非是修罗王殿内的那个，而是楚风逃跑路上花费一点时间布置而成的。听到楚风这样说，公孙云天则是没有说话，而是仔细观察起这个箱子。他发现这个箱子的材质很特殊，用观察之法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但是这材质虽有隔绝结界之力观察的功效，但其实它并不坚固，若用蛮力其实可以直接破开，但上面有着复杂的结界纹路，说明箱子内蕴藏阵法或是机关，若想开启它，必须按照上面的阵法逐步破解才行，若不然可能会触发可怕的结界阵法。这样的箱子在公孙云天眼里看上去倒不像是假的，公孙云天当真了，但他却不知道这是楚风故意为之，这个箱子就是故弄玄虚。楚风就吃准了公孙云天和黑煞老魔不敢大意的心理，实际上他们若是使用蛮力，轻而易举的就能将箱子打开，但若要按照楚风布置的阵法去破解，别说公孙云天，就算是黑煞老魔也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楚风兄弟，你是要将这份功劳让给我？公孙云天对楚风问道。他已经信以为真，不算是让，而是将他交给需要他的人。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这我该如何感谢你是好啊？公孙云天一脸感激。你要是感谢我，就把你身上的所有宝物都交出来吧。楚风看着公孙云天的乾坤袋说道。哇，这公孙云天感觉有些不对劲，他怎么觉得楚风这不像是跟他要，更像是跟他抢呢？怎么，你不愿意？要不我让我的女王大人和你谈谈？楚风眯着眼睛问道。别，楚风兄弟，我怎么会不愿意？给，我都给你。公孙云天不敢再犹豫，立刻将自己的乾坤袋递给了楚风，就连身上藏着的一些宝物也都乖乖的交了出来，并且还将解开乾坤袋的方法交给了楚风。这乾坤袋乃是公孙家的产物，若是公孙云天不交给楚风解开方法，楚风自行破解也还真不容易。楚风兄弟，这里面还有3块召唤星玉，你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这是我给你的呀。若是此事传出去，我公孙家怕是会大难临头。公孙云天说道。放心。楚风接过乾坤袋，初步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里面的好东西当真不少，只是可惜对自己有用的不多。若非要说，也就那3块召唤星玉对楚风有用了，毕竟召唤星玉的力量楚风见识过，若在天师浮沉不愿意帮助自己的情况下，这召唤星玉倒是可以为楚风提供不小的帮助。事不宜迟，我们出去吧。楚风将这乾坤袋收好后，便对公孙云天催促道。虽然此处隐蔽，但楚风知道修罗恶灵迟早会找到这里，楚风也不敢耽搁太久。楚风兄弟，先别急，我这段时间被你关了起来，你是如何拿到这箱子的，我都不知道，你与我详细说一下过程，我也好与黑煞大人交代啊。公孙云天说道。你只要记住，是一个叫做云良的大人带我们拿到这箱子的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我会帮你说的。快走吧，那些修罗恶灵现在正在抓我，若被他们抓到，咱们都要死。楚风说道。
好好好！听到修罗恶灵正在抓他们之后，公孙云天也不再多问，而是赶忙踏入了结界大门。楚风和公孙云天踏入结界大门后，便立刻回到了最初的那座大殿之中。这座大殿之内，黑煞老魔依旧在，不仅在，他还盘坐在那座巨大如星辰的阵眼之中，那个样子就好像他都未曾离开过一样。而当他看到楚风和公孙云天回来之后，便立刻关闭了这道磅礴的阵法。两位小友可有拿到？黑煞老魔上前问道，而他的紧张更是浮现于那张老脸之上。黑煞大人，拿到了，不过是公孙云天拿到的。楚风抢着说道，云天小友，你真的拿到了？黑煞老魔很是激动地看向了公孙云天。黑煞大人，给您。公孙云天也不怠慢，赶忙将楚风给他的那个金色箱子拿了出来，递给了黑煞大人。黑煞大人拿过箱子，便仔细观察起来。只是一番观察之后，他却变得有些狐疑起来，因为这个箱子与他预想中的样子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非要说的话，就是太过简陋了一些。除了能够隔绝结界之术的观察，这箱子简直坚不可摧，像是纸糊的一样。你确定是这个吗？确定没有拿错？黑煞老魔对公孙云天问道。被黑煞老魔这样一问，公孙云天则是有些迟疑，似是不知该如何回答，而是看向了楚风。大人，不会错，这可是云良大人带我们从修罗藏的修罗王殿内拿到的。这箱子可是修罗藏的那些修罗恶灵耗费极大代价才以王台上的阵法融合而成，我们偷它耗费了极大力气，而云良大人为了帮助我们，更是暴露了他的身份。云良大人他可能活不成了。楚风讲述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抹难过之色，但这抹难过可不是装的，而是真实的情感。虽只是一面之缘，可云良大人对楚风的确给予了帮助，并且楚风也知道云良大人现在很可能已经死了。可是令楚风意外的是，得知云良大人已死，黑煞老魔竟没有一丝伤感，反而是放声大笑，不枉老夫布局这么久，总归还是被老夫拿到了他。黑煞老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那抹笑容十分猖狂，而那笑声更是尽显得意，这让楚风意识到，这黑煞老魔之前的善良果然都是装的，此时的他才是真正的他。这个老家伙果然不是什么心善之辈，幸亏楚风不傻，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于他。大人，云良大人嘱咐我们转告你，莫不可复修罗界灵君。所以大人，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为何修罗藏地的那些修罗恶灵如此重视于他？楚风接连问道。他想更加了解关于那个箱子的事情，但现在除了黑煞老魔，恐怕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楚风关于那箱子的事了。楚风，你想知道的事情还挺多，不过可惜圣光天河的人没有资格知道那么多。黑煞老魔再度看向楚风，那笑容竟变得不怀好意。而黑煞老魔突然间的变脸，就连公孙云天也是有些不知所措。明明之前黑煞老魔是那样的看好楚风，甚至还多次维护楚风，怎么突然间就这个样子了？不过相比于公孙云天，楚风对于这一幕却并没有太多意外。黑煞老魔利用完了，我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吗？楚风冷笑着问道。我听这话，你是知道我会如何处置你？黑煞老魔也是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楚风还会如此淡定。这要怎么说呢？早就有过最坏的猜测，但没想到真的会等来最坏的结果。看来今日是我活不成了。楚风说道。你的确活不成了，你这样的小家伙活着，对我九魂天河来说可不是好事。身为九魂天河之人，老夫有这个义务帮我九魂天河铲除威胁。黑煞老魔倒也没有隐瞒，而是直接说出了他想杀掉楚风的原因。反正我是将死之人，不如你满足我一个心愿，能否告诉我那箱子里究竟是什么？楚风问道。我说了，圣光一族的人没资格知道那么多。黑煞老魔此话说完，他那恐怖的威压便瞬息覆盖了整座大殿。现在只要他意念之间，就可以让楚风魂飞魄散。见状，楚风也不再多问，而是对着黑煞老魔竖起了中指。黑煞老魔，你才是一个废物，你连进入修罗藏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求着本小爷帮你这个忙。记住，若是没有本小爷，你连个屁都不是。你敢光明正大的进入修罗藏的吗？你不敢，因为你不仅是个废物，还是一个懦夫。狗屁黑煞老魔，我呸！我看你应该叫黑煞老废，看不起我祖武天河，就你也配？反正已经撕破脸，楚风也没有任何顾忌，对着黑煞老魔就是一阵破口大骂。楚风这番话一经出口，那公孙云天都震惊的嘴巴都张得溜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小辈胆敢这样辱骂黑煞老魔，这可真是胆大包天，混账小鬼！也许你日后你能成大器，但现在老夫仍可让你飞灰烟灭。被激怒的黑煞老魔此话说完，便以大袖一挥，磅礴的威压同时向楚风挤压而去。然而预想之中的鲜血四溅并没有发生，反而一道微光闪烁，紧接着楚风便凭空消失。那是传送阵法吗？他身上竟有如此厉害的传送阵法，难怪他敢如此嚣张，竟胆大包天的辱骂黑煞大人。您，公孙云天说道。闭嘴，这还需要你向老夫来解释吗？老夫难道看不出他是用了传送阵法逃脱了吗？黑煞老魔对公孙云天怒吼道。见状，公孙云天也是赶忙闭嘴收声。此时黑煞老魔的目光太可怕了，他是真的害怕。黑煞老魔下一刻就将他抹杀。混账小鬼，竟然敢算计老夫！就算翻遍圣光天河，老夫也会将你找出来。黑煞老魔咬牙切齿地嘀咕着，但他并没有去搜寻楚风的下落，因为他知道楚风身上的传送阵法很不简单，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也不知去哪里能够找到楚风。尽管被楚风戏耍，气得他怒火中烧，但他不会忘记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个箱子。于是他走到箱子前，便使出结界之力，开始破解箱子上的阵法。其实这箱子的材质并不坚固，以黑煞老魔的实力，意念之间就可将这箱子毁坏，但他不敢这样做，只能去破解箱子上的阵法，并且要按照箱子上的阵法一步一步的去破解。
这么多年都等了，他有这个耐心。何况这箱子上面的阵法虽然有些复杂，但却根本难不住黑煞老魔，哪怕会耗费一些时间，但耗费的却也不会特别的多。至于楚风，此时他已是出现在了其他地方，这是一个漆黑的岩洞之中。楚风，你胆子够大的，居然敢那样辱骂黑煞老魔，你就不怕你体内那传送阵法在失效吗？淡淡有些后怕的说道。他已经知道楚风体内有那神秘老者留下的传送阵法的事情，可毕竟之前在修罗藏的无法使用，淡淡也不确定楚风那传送阵法是否能在刚刚的大殿使用。嘿嘿，富贵险中求嘛。楚风笑嘻嘻的说道。险中求个屁，你就是过了个嘴瘾而已。淡淡有些生气，他是觉得楚风不该拿性命开玩笑。好了好了，别生气嘛，我的女王大人，其实我已经尝试催动阵法，确定传送阵法可以使用后，才去激怒黑煞老魔的，我又不傻。楚风笑嘻嘻的说道，随后便仔细打量起周围。淡淡，这个地方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楚风之所以这样说，是他发现这岩洞乃是人为打造，并且岩洞上面刻满了熔炼阵法的符咒纹路，这哪里还是岩洞，俨然就是一座强大的熔炼阵法。的确不对劲，那老头是把你传送到什么地方了？淡淡问道。至于楚风，已经动用天眼向外看去，而一看不要紧，楚风发现岩洞之外还是岩洞，岩洞套着岩洞，总共18重，每一重岩洞都是一重大阵，而18重阵法又组成了一座完整的大阵。楚风所在的这一重乃是最后一重，外面的17重岩洞阵法都已经开启运转，唯有这最后一重还没有运转。待到这最后一重运转之后，这座大阵便将彻底完成。而这样的大阵乃是熔炼大阵，是在以诸多天材地宝来熔炼一件修炼至宝。如今那修炼至宝也已被楚风发现，就在第17重大阵之中。楚风虽在第18重，而那修炼至宝在第17重，可因为重重相连，所以楚风很快便来到了这17重。那以总共18重大阵耗费多年来熔炼的修炼至宝就出现在了楚风的眼前。这个修炼至宝看上去像是一颗不规则的石头，散发着冰冷的寒意，闪烁着淡淡的光华。它还没有彻底成型，如今还不能用来修炼，若想炼化它，需要施展一些手段才行。可它彻底成型，需要等到第18重阵法开启，并且仍要熔炼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才行。楚风显然没有那个时间去等，难怪我体内的传送阵法还在，原来是那位前辈故意帮我，应该就是想让我将这个修炼至宝拿走吧。既然是前辈的心意，自然不能辜负。楚风微微一笑，探手一抓，便将那正在熔炼中的天材地宝给收了起来。当至宝被楚风收走之后，这原本光芒璀璨的岩洞顿时暗了下来，是因为岩洞内的阵法停止运转。不仅是这个岩洞，外面的16个岩洞内的阵法都停止运转。为何阵法停了？是发生了何事？紧接着，楚风通过天眼看到，在这18重岩洞的最外围，已是有着6位老者，满脸慌张地进入了岩洞之中，正快速地在向此处赶来。那都是黑煞老魔的手下。见此情形，楚风倒也不急，而是以手为笔，大袖一挥，留下了几个字迹之后，才催动体内的传送阵法，离开了此处。那6位长老速度很快，可当他们到达此处之际，却根本看不到楚风踪迹，只能看到楚风留下的字迹居然被偷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是黑煞大人为雨林小姐准备的，我们看守不当，可是有杀头之祸啊！6位长老看到那些字迹后，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一个个的都意识到大祸临头，跑，赶紧跑！甚至其中4位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只留下2位还待在此处。不行，不能跑，我们根本逃不出黑煞大人的手掌，还是如实向黑煞大人禀告，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互看一眼后，这2位还是决定去向黑煞老魔禀告。至于黑煞老魔，他已经将那金色箱子打开，只是箱子打开之后，浮现而出的并非是他需要的东西，那里面写着6个大字：破阵者，蠢货也。公孙云天，这怎么回事？黑煞老魔愤怒地看向了公孙云天，那种凶神恶煞的眼神，简直就像是要活吞了公孙云天一样。黑煞大人，不是我做的，我如实交代。其实我刚进入修罗藏的，就被楚风抓了起来，他经历了什么，我根本都不知道。这箱子是他给我的，他骗我说不想迎娶您孙女，所以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太天真，竟然信以为真，谁曾想他是故意坑我的。黑煞大人，我知错了，您饶了我吧，这都是那楚风做的，与我无关啊。公孙云天跪在地上，一边哀求一边解释，而听他的解释后，黑煞老魔更是怒不可遏，你这没用的蠢材，活着何用？黑煞老魔咬牙切齿，随后一掌轰出，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公孙云天便被他轰得魂飞魄散，化作了一片血雾。废物，都是废物！老夫筹备多年的大计，竟让这没用的蠢货给毁了！黑煞老魔咬牙切齿，双拳紧握，一重又一重怒意如飓风一般在大殿内席卷着，而他此时狰狞的脸庞，若是有人看到，必然会被吓得半死，简直比魔鬼还要可怕。大人，大事不好了！可就在此时，殿外却传来了2位长老的呼唤。这大殿由特殊手段打造而成，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也听不到里面的声音，但是外面的声音从这里面却是听得一清二楚。黑煞老魔心情不好，本不想理他们，可谁曾想那2位长老见黑煞老魔不打开殿门，于是赶忙说道：大人，您为雨林小姐打造的修武寒铁石被那个楚风偷走了。什么？听闻此话，黑煞老魔那狰狞的双眼都涌现出了难以置信。他一脚踹开殿门，大人饶命！那2位还没看到黑煞老魔，只是感受到黑煞老魔此时散发的气息，便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你们刚刚说什么？修武寒铁石被楚风偷走了？黑煞老魔问道。大人，的确被那楚风偷走了，
两位长老的声音都在瑟瑟发抖。什么时候的事？黑煞老魔问道。就是刚刚，我们发现之后，便来禀告大人您了。曾由他们4个，害怕您迁怒于他们，更是已经逃了。两位长老故意这样说，就是希望黑煞老魔能饶他们一命。没用的东西！可谁曾想，黑煞老魔咬牙切齿地丢下这句话后，便大袖一挥，只听砰的一声，顿时鲜血四溅。那两位长老已是化成了2滩肉泥。杀了2位长老后，黑煞老魔便纵身而起，向那座大阵飞掠而去。转眼间，黑煞老魔便来到了之前那修炼至宝所在的地方。他本想从这里找到楚风的线索，但这里虽有楚风气息，但却根本找不到楚风离去的踪迹，反倒是有着一行大字刻写在岩洞之上。那的确是楚风的字迹，与箱子内的字迹一模一样。多谢无孙黑煞，此物你楚风爷爷享用啊！楚风，我必要你家破人亡！看着那岩壁上的一行大字，黑煞老魔何止咬牙切齿，连身躯都在颤抖。强大的力量释放开来，这18重岩洞瞬间崩溃瓦解，而他那愤怒的咆哮更是震动天地。黑煞老魔的怒火席卷天地，许多人都听到了他的怒吼，还待在广场之上静候最终考核结果的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虽然脸上有着些许紧张，但更多的却是面露笑意，那是幸灾乐祸的笑容。他们不仅听到了黑煞老魔的怒吼，还听到了黑煞老魔所说的话，他要楚风家破人亡。这说明很可能是楚风做了惹怒黑煞老魔的事情。其实他们身为9魂天河之人，都不希望看到圣光天河内出现楚风这样的后辈。之前黑煞老魔一直保护楚风，这让他们想针对楚风也是不敢。可现在倒好，听黑煞老魔的意思，楚风是已经惹怒了黑煞老魔，若是黑煞老魔要对付楚风的话，那楚风绝对别想活着离开。这正是他们所期盼的。家主大人，那声音好像是黑煞大人的声音啊！公孙家的人纷纷看向了公孙家家主，一个个的脸上也都是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容。老夫不聋，听得清清楚楚。公孙家家主嘴角上扬，也是一脸的幸灾乐祸。今日楚风让他公孙家颜面扫地，他早就对楚风恨之入骨，但若楚风能死，倒也算是泄了心头之恨。可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黑煞老魔。此时黑煞老魔已经调整了一下情绪，可是他的脸色依旧非常阴沉，阴沉的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不敢说话。黑煞大人，我们刚刚听到您的话了，楚风那个臭小子究竟做了什么事，让您如此愤怒？您告诉我们，我们必然不会放过那个楚风。倒是公孙家家主率先开口询问起来，先不说他有这个身份和资格，实际上他也实在太想知道楚风做了什么。老夫走眼了，错信了那个楚风。老夫明确告知楚风和云天小友，最终考核要以和为贵，不能互相伤害。可谁曾想，那楚风却……话到此处，黑煞老魔却是欲言又止，看向了公孙家家主，目光有些惭愧。而这一看，莫说公孙家的人，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大人，那楚风他做了什么？云天他现在可还安好？公孙家家主因为太过紧张，连话语都变得磕巴起来。公孙家主非常不幸的告诉你，云天小友已经被楚风杀了，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黑煞老魔说道。哇！听闻此话，公孙家家主只感觉四肢无力，头脑发晕，他身子一歪，便向后倾斜。若非公孙家的人急忙搀扶，他便摔倒在地。公孙家家主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公孙云天是他公孙家的未来的希望。他本还指望靠着公孙云天让他公孙家更上一层楼，可现在倒好，公孙云天竟然死了。黑煞大人，您是说笑的吧？我在云天身上布下了守护阵法，他若真的出现意外，我不可能毫无察觉啊。公孙家家主冷静了一些后，才再度问道。公孙家主，那楚风的手段远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都能从老夫手中逃脱，你留下的守护阵法难道还能挡得住他吗？黑煞老魔说道。听到这里，公孙家家主才伸出颤抖的手，摸向了自己的乾坤袋。他小心翼翼地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由结界凝聚而成的木盒，结界木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排珠子，每颗珠子上面都写着一个人名，但为首的那颗珠子却看不到人名，因为那颗珠子已经彻底碎裂，并且粉碎的极为严重。老天爷，你为何要如此对我公孙家呀？看到这颗碎裂的珠子，公孙家家主带着哭声发出咆哮后，便双眼一翻，昏死了过去。楚风，我公孙家与你不共戴天！下一刻，公孙家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他们都知道那碎裂的珠子正是公孙云天的命珠，只有公孙云天死了，那命珠才会碎裂。大人，那楚风真的逃了吗？公孙家的人们纷纷问道。黑煞老魔的本领他们是知晓的，这可是在整个9魂天河内都是大名鼎鼎的存在。若是楚风真的从他老人家手中逃脱，那说明这楚风的确非同小可，是老夫无能才让那楚风逃脱。不过你们放心，那楚风胆敢在老夫地盘撒野，这件事已经不仅仅你们公孙家的事，老夫也绝对不会放过那个楚风。在场之人都可以做个见证，若是谁能活捉那楚风，老夫必有重献。黑煞老魔说话间，以保证的口吻对公孙家的人说道。虽然得到黑煞老魔这样的保证，公孙家的人也是得到了一些安慰，可是公孙云天对他们太重要了，他们仍是面露颓色。随后黑煞老魔也是宣布，这场招亲大会到此为止。对此人们也能够理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场招亲大会的确是无法继续举办，于是各方人马则是各自向自己所在的地方返回。但他们却并不知道，真正杀死公孙云天的人并不是楚风，而正是这黑煞老魔，只是可能是对楚风恨意太足，所以对于黑煞老魔的栽赃嫁祸几乎没人怀疑，反而是十分的确性。值得一提的是，公孙家的人
还想抓住萧玉和夏言。虽说表面上来看，他们和楚风没有关系，只是暂时的联手，可是公孙家却不想放过任何机会。只是可惜，莫说他们，哪怕黑煞老魔也是找不到萧玉和夏言这两个家伙，早就提前离开了。公孙家的人找不到萧玉和夏言，只能先返回公孙家。他们需要将公孙云天已死这件事公布，然后发布追杀令，发动整个公孙家，甚至会以悬赏的方式发动其他人去追杀楚风。总之，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楚风铲除，替公孙云天报仇。而经过一番赶路，公孙家也总算回到了他们所统治的世界。只是公孙家的大队人马刚刚走出传送阵，竟然被一道身影拦住了。定睛一看，公孙家的人更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拦住他们之人，他们都认识，那正是他们先前寻找却未能找到的萧玉。当确认是萧玉之后，磅礴的威压便立刻自战船之内释放而出，将萧玉的四周封锁了起来。紧接着，公孙家的人马浩浩荡荡的自战船之中飞掠而出，将萧玉团团包围。萧玉，你居然还敢出现？楚风呢？那个楚风在哪里？你若不说出那楚风的下落，绝对让你生不如死。公孙家的人并没有直接对萧玉出手，而是狠狠地威胁起来。其实也不是威胁，若是萧玉无法给出他们满意的答案，他们绝对会说到做到。可是面对公孙家的威胁，萧玉的脸上竟是没有一丝的惧色。他不仅不怕，嘴角还扬起了一抹笑容，那笑容是如此的轻蔑。楚风在哪？我怎会知晓？与其关心楚风，倒不如关心你们自己。萧玉这话语竟然有着几分威胁之意。给我说，那楚风在哪？就在此时，战车之内走出一道身影，乃是公孙家家主。公孙家家主虽然早已苏醒，但此时的他看上去却是极为虚弱，那面容好像又苍老了几十岁。他从战车走出之后，探手一抓，顿时磅礴的吸力如倒涌的飓风向萧玉吞噬而来，是要将萧玉吸到他的手中。他凶神恶煞，面目狰狞，若萧玉真的落在他的手中，那下场不堪设想。可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磅礴的吸力竟在靠近萧玉后纷纷消失不见，就像是被空气吞没了一样，根本无法靠近萧玉。怎么会？见此一幕，公孙家意识到了不妙，就连公孙家家主也是眉头紧皱，察觉到了不对。萧玉突然出现，拦住去路，其实已是让人生疑，但因对楚风恨之入骨，再加上觉得萧玉可能虚张声势，公孙家还是出手了。可是已至此，公孙家再傻也是发现这萧玉乃是有备而来。公孙家可真是好大的口气啊！就在公孙家担忧之际，萧玉身旁一阵蠕动，一道苍老的身影出现在了萧玉的身旁。看到这位，公孙家在场的许多人皆是心中一沉，脸色更是大变，拜见大人。下一刻，公孙家在场的所有人更是齐刷刷的跪在了地上，施以跪拜大礼，就连公孙家家主也不例外。此时他们皆是满面慌张，一份快要末日降临的样子。可是面对如此有理且已展露恐惧的公孙家众人，站在萧玉身旁的老者却是发出一声冷笑，紧接着虚空震颤，磅礴的杀意便横扫开来，瞬息覆盖了公孙家在场的所有人。大人饶命啊！我们不知道大人与这位少侠相识，若是知道，借我们的胆子，我们也不敢对这位小友不敬。公孙家的人感受那覆盖天地的杀意，却连逃脱都是不敢，而是纷纷求饶。不是他们不想逃，而是他们清楚这位大人的实力，他们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求饶是唯一的活路。你们暗自私藏召唤星域，就算老夫放过你，别人也不会放过你们。公孙家，认命吧，这就是你们贪心的代价。老者说道。大人，你听我解释，这位少侠必然是有所误会，我公孙家家主还想解释，可话未说完，汹涌的威压如无形的巨浪瞬息向公孙家的人淹没而去，威压所过之处皆是惨叫连连。公孙家的人正在承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折磨。一座古老的传送阵立于一片花海之中，这座传送阵正是公孙家大队人马先前出现的传送阵。忽然，几道身影自传送阵内飞掠而出，这些都是公孙家的人，他们刚刚执行完任务，返回公孙家禀告，因为任务完成，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正在与苦熬交谈。这怎么会这样？可是当他们将目光看向周围之后，先是大惊，紧接着面容惨白，被吓得跪在了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一瞬间，这几位公孙家的人便哭了出来。印象中，这座传送阵立于茫茫花海之上，本是极美之地，可眼下这片花海上面竟是尸横遍野。不仅如此，一辆辆巨大的战车也是落在这花海之中，那都是公孙家的战车，而死的人更都是公孙家的人。这些人虽然皆是肉身尽在，可死相却依旧很惨，一个个的眼球上翻，七孔流血，若仔细观看，便可发现身上筋骨寸断，几乎每一寸骨头都被粉碎开来。正因肉身完整，所以能够辨别出这些人的身份，这才导致公孙家的这些人被吓成了这个样子。在场之中可都是公孙家的精锐以及天才，这明明都是去参加招亲大会的人马，怎么现在全都葬身于此？偏偏葬身在了公孙家的领地之内。家主不在，家主大人明明也去了，也许家主大人还活着，快先回主城向家主大人禀告此事。倒是有一个人率先起来，随后公孙家这几人也跌跌撞撞地爬起身来，纷纷御空而起。只是可能因为太过恐惧，他们御空而起的时候连腿都软了，甚至有人无法顺利飞起。还是那率先开口之人心智强大一些，用自己的力量拖着他们向公孙家的主城飞掠而去。公孙家的主城与其说是一座城池，不如说是一个国度。可是还未靠近，这几人的心生不妙。向来热闹的公孙家主城此时却是一片死寂，靠近之后更是有着浓郁的血腥气扑鼻而来。而进入城内，这些人再度失声痛哭。主城之内
也同样是尸横遍野，有人承受不住，直接昏死了过去，还有人不再御空而行，而是哀嚎痛哭，跪地不起。此时就只有一个人尚能保存一丝清醒，他向主城的主殿而去，可是还未靠近主殿，他便停了下来，似是失去了御空之力，从高空而下，跌落在了地上。他努力爬起身来，同样已是泪流满面。我公孙家亡了，我公孙家亡了！到底是何人如此心狠，竟要灭我全族？此人发出咆哮，那声音却是悲痛欲绝，充满了绝望，因为他看到在主殿建筑的顶端吊着一具尸体，那尸体正是公孙家家主，并且公孙家家主的身上还挂着一个血淋淋的牌子：贪心者遭灭族之劫。